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历史画面？就在刚刚北京时间4月9号的晚上7点整，中国政府官方发布公告，对原产于美国的所有进口商品再加50%的关税。没错关税的数字还是一样，还是对等，不管对方往牌桌上丢出多少的筹码，我们还是一个字儿。而且各位，请注意这个消息所发布的时间节点不偏不倚，晚上的7点整，这什么概念？再过不久美国的金融市场可就要开盘交易了。那么我就问你今晚的美股、美债、美元、股债汇，如果继续出现三杀，华尔街顶不顶得住？是在今天下午所发布的中美经贸关系白皮书里，咱们已经表达过立场了。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经贸关系既对两国的意义重大，也对全球经济稳定和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但是呢，这样的关系有人在蓄意的破坏，他就是要把饭碗打烂，全部砸碎了才高兴。来吧，咱们计算一个简单的数字，自打特朗普打响了这场全球关税战以来，他一共是对中国商品加收了多少的关税呢？答案是惊人的84%，84%的关税，这是个什么概念但凡有过做生意、有过外贸经验的各位一定都知道，所有的商品它都是有一个利润率存在的，这个利润可以很低，甚至可以是0，但是绝不可能是负数。而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一共对中国商品加征了104%的关税。在这样的涨幅之下，所有的贸易、所有的进出口、所有的商务活动，你放心已经不会再有继续的可能了。如果再加20%、再加50%的时候，都还有人在犹豫到底要不要继续接单，要不要降价打折来保住客户的话，那么现在就已经不用再纠结了。墨西哥的毒贩都已经开始走私鸡蛋了。所以这一通电话他们应该是等不到了，而且美国现在也根本就不是谈判的态度。不信你看越南，这几乎是特朗普在宣布了全球加税之后，地球上第一个主动去求和谈判的国家。越南的想法是他们主动取消对于美国商品所有的进口关税，换句话说就是整个越南市场门户洞开，随便他们倾销，完全不对美国设防。而结果呢，美国只回了一句话，这毫无意义。越南拿出了他们所有的底牌，却连谈判桌都根本坐不上去。同样的情况还有一个，那就是欧盟。欧洲现在面对特朗普的极限施压，他们内部大致分为了两派，一边主战，一边主和。而主张谈判妥协的那些人呢，才刚刚提出了一个想法，说能不能欧美之间大家相互零关税，这样谁也不吃亏。这个想法才刚刚透露，特朗普就直接打脸，说零关税完全不够，除非欧洲承诺购买我们3500亿美元的能源，这样才会考虑降低关税。看笑了对吧？这压根就不是什么谈判，也不是什么经济层面的博弈了。所以如果还有人觉得妥协、退让、迁就，只要满足了对方的条件就能够相安无事的话，那么活生生的例子已经摆在了面前。越南、欧盟除了丢失尊严之外，什么也没获得。而且我们完全可以猜透特朗普这一场关税战原本的计划就是想通过极限施压来迫使中国妥协和退让，最终去接受他们所谓的贸易平衡。但是呢，施压到了极限，关税都加到了84%了，那么从上到下全中国的各行各业心里也就释然了，还起手来更加没有心理负担了。反而是此刻的特朗普，他更像是一个赌徒，债务爆炸，阶层撕裂，产业下滑，美国已经不再有耐心，也没有了回旋的余地。所以当一个日渐老旧的帝国必须要靠着表演，靠着浮夸，靠着突然之间的平底高歌来证明自己还没有衰败的时候，那他距离崩塌已然不远。而此刻还是那句话，无论对手往牌桌上再扔多少的筹码，我们还是一个字儿：跟。